古代文人为何偏爱女人的3寸金莲呢？如果用现代生理医学理论来衡量，喜欢女人的小脚就是心理变态，属于重度的恋物癖。女人缠足无疑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变态审美，而3寸金莲作为佳丽标配，定格下来，文人士大夫居功至伟。当然这居功至伟是打着引号的，有很多史料证明，真正的缠足源于北宋，兴于南宋。大宋王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巅峰了，也是文人士大夫的天堂。居于食物链顶端的文人，他们饱暖思淫欲，拿着高薪俸禄的士大夫们，毫不避讳男欢女爱。配乐咏唱的宋词之所以成就一代绝学，大多是因为风月场所疯狂的消费需求。古往今来，最受欢迎的女子类型就是温柔似水、楚楚可怜的，而缠过足的女人，走路只能靠着脚跟和大脚趾用力，自然是颤颤巍巍1步3摇的。这文人士大夫们就鼓吹这种走路姿势，不紧不慢，1晃3摇，如花枝摇摆，3寸金莲，弱柳扶风，走不快跑不掉，如同捆绑与束缚，更让男人们有一种随心所欲、为所欲为的酣畅之感。于是富贵家之女就开始悄悄缠足了，因为女为悦己者容吗？宋时五行制有记载，李宗朝宫人束脚限制，这充分说明宋朝皇室以及宫中女子缠足已经蔚然成风了。后来女子缠足逐渐受到了宋代文人的推崇，就连苏轼、辛弃疾这样的大文豪也是中毒颇深呢。苏东坡的菩萨蛮说仙妙说阴难，须从长上看，而辛弃疾的菩萨蛮也说蛋黄公样邪耳，小腰肢只怕风吹倒。这文人士大夫怜香惜玉之情已经跃然纸上了。古代文人士大夫畸形的审美观，产生了对小脚女人的偏爱，他们认为3寸金莲是至美之物。说实话，这3寸金莲放在今天看起来，让人有点恶心，难以接受，实在想象不出这畸形的小脚美从何来呢？可是这古人就是乐此不疲。清朝还有个自称叫平花御史的人，叫方炫，他写了本书叫做《香莲五观》，就是对女人的小脚进行了分类点评，形成了遗臭万年的香莲18名。明朝正德年间，民间还流行起了一个赛足会，让女孩们藏脸晒足，任凭男人们评头论足，最后还会评选出状元榜眼和探花，获得名次的姑娘身价100倍，媒婆会挤破门楣的。宋朝以前，妇女缠足仅是个案，纯粹是个人行为。但是到了宋朝，尤其是南宋程朱理学兴起之后，出现了对女人道德层面的约束和摧残。正是这种可怕的倾向，形成了社会的普遍价值观，他们赋予了缠足特定的道德含义，由此缠足从个人的畸形审美上升到了精神层面，道德成了杀人的工具。为了宣扬这种残忍的道德，卫士们不惜鼓舞3寸金莲之美，为险恶的用心披上了华丽的外衣。从此，这3寸金莲就成了女德的代名词了。历代文人骚客对3寸金莲的肆意宣扬，使得男人们对这种小脚是格外钟情。封建社会这种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这着实是古代女性的悲哀呀！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